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05.83，收盘价是394.3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14.33，最低价是在39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7569.95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8 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又反转向下，并下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上影线略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开始反弹，也就是经过短暂的反弹之后股价便开始下行。那在盘中股价是一度跌破了5日均线值，然后呢，在当日的盘中是在低位震荡。那最后收盘价的时候呢，股价被拉抬，最后收盘价还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也在5日均线值和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那出现这样的价跌量缩，并且收盘价跌破了重要的标志位，也就是5日均线值，还有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当然还有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也就是在396附近。那收盘价跌破了这些支撑和关键的标志位之后那也预示着接下来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因为当日的这根 K 这个下跌成交量较之前是量缩，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好，那如果股价出现继续下行，下方的支撑有2个位置，一个是在380，也就是这根绿 K 的最低，还有一个强支撑就是373。那么373日后如果被跌破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将会去测试350这个位置，也就是要测试下方的这个缺口。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日后的走势。那么目前股价在出现这样的反弹之后，然后在高位出现反转向下，那目前股价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反弹的可能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只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那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那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目前的压力位是在400关口，其实5日均线值也是在400关口附近。这是反弹的唯一的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不能够满足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说出现新低，然后还有长长的下影线，然后出现横盘的走势，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一根 K 线。好，那这是我们
说的从 K 线信息分析的后续股价的走势。那么我们要给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这是我们对这个刚刚的这个信息的一个给出的个人的结论。好，那这是 K 线信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418，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436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那出现回档呢，收盘价会在402附近，而实际在1月7日啊，收盘价是在394.36，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多，同时呢，收盘价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预测的回档是不跌破前低。或者说是继续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而实际的回档是跌破了这两个重要的标志位。那我们预测的回档与实际的发生呢，也仅仅是方向相同。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反转向下，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1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73。跌破这个位置啊，就是再次出现底底低，也就是继续自特斯拉股价2024年12月18日以来的这个最高建立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也就是要继续这个空头趋势。那在到达373之前，目前的支撑位，我们认为380仍然是一个强支撑。那同时呢，373也就是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对于目前特斯拉股价的走势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强的支撑。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股价在接下来1-2个交易周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会测试326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是股价的下行的第二个目标。那要跌破326呢，327这个位置呢，就是要收复这一波的涨幅。好，那么第三个目标呢，就是下方的309，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仍然是465。那么站上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说啊，股价目前出现了回档。上行的目标啊，现在428可以作为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再继续等待一个交易日，看看股价的走势，我们再看看是否变换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对，好，那么第一个目标465站上它，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在到达它之前，除了各条均线值之外，刚刚我们说了428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压力，同时20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所以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也就是重要的一个压力，也是关键的标志位。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啊，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465的。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当然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是488.54，那站上它呢，再次出现头高，也就是说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叫做多头趋势。对，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它也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上沿，是在410附近。那在1月7日盘中啊，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大幅低开盘之后啊，
经过短暂的反弹，也正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然后出现了反转向下，所以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1月8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400关口。那么400关口呢，我们会看到它也正好是这根前一日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也是在这个地方。然后1月8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它的附近，它也是一个整数关口。所以在1月8日盘中啊，我们要特别关注400关口。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400关口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在这个400关口下方运行，尤其是高开盘到反弹到这个位置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那么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对，所以在1月8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400关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先来看多头，在1月7日收盘价是394.36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讲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同时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场抢反弹，因为出现了价跌，然后呢，成交量是量缩。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那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同时，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不仅跌破了前低，也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这些指标啊都不支撑多头进场，当然也不支撑进场抢反弹，因为这根 K 线它不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这是一个下跌行进中的一根 K 线，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是多头是不可以进场的。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428，其实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呢在415附近，也就是415到428之间，目前在这个位置啊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正好20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区域，所以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73，因为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月8号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96到400关口。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415到417，它也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附近。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425到426，在这个区域我们把它和428合并，那也就是第三个支撑是从425一直到428。那么第四个支撑就是上方的450，第五个支撑是465。好，这是第五个压力，对不起说错了，我们重新来说一下哈。第一个压力位是5日均线值，是从396到400关口。第二个压力位是从415到417，第三个压力位是从425到428，第四个压力位是450，第五个压力位是465。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390，第二个支撑是380，第三个支撑是373，然后呢，接下来第四个支撑是350，我们再给出第五个支撑是32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
出现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0关口，最低下方会到达38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5附近。出现这样继续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5，上方最高会到达417，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08附近。那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423，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420附近。那么这第二个可能我们是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其中第一个收盘价点位是在408。那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小幅的反弹啊，我们认为会留下在上方继续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因为我们认为股价一旦没有出现继续下行，一旦出现反弹，一定会有卖压的出现，会有大量的抛售。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如果收盘在408附近呢，那么股价在盘中可能会冲高到417附近。好，那么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5的，满足了这2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1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